墨西哥城阿兹特克球场，英格兰3-2墨西哥，贝林厄姆36分钟破门，38分钟再进一球，98秒双响。基尼奥内斯42分钟为墨西哥追回一球，凯恩60分钟点球命中，西门尼斯69分钟点球再追，夸安萨54分钟红牌。英格兰10人作战，顶住墨西哥主场最后11分钟补时狂轰乱炸。这不是一场普通的3-2，这是一场把英格兰从地狱边缘硬拽回来的生死战。这是一场雷暴延迟、主场沸腾、红牌崩盘、点球对轰、补时窒息的世界杯淘汰赛。这也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个东道主墨西哥倒下的夜晚。赛后的街道注定不会太平。阿兹特克球场从来不是普通球场，这里有海拔，有雨水，有雷声，有10几万分贝的嘘声，还有整个墨西哥等的奇迹降临。比赛原本应该在晚上6点开球，可雷暴硬生生把开球推迟了1个小时。天空像被撕开，雨水砸下来。看台上的墨西哥球迷没有退，他们唱歌、吼叫、拍打座椅，那种气氛不像在等一场足球比赛，更像在等一场战争。英格兰人走进球场时，迎接他们的不是草皮，是压力。第1分钟，赖斯就吃到黄牌。这场比赛从第1秒开始就不像友好交流，这是英超节奏撞上墨西哥主场怒火，残抢、对抗、冲刺、逼抢，球还没完全热起来，火药味已经先炸了。墨西哥没有保守，他们知道这是主场淘汰赛，输了就回家，而且不是普通回家，是第一个出局的东道主，所以他们从开场就把节奏拉满。第3分钟，西门尼斯就完成射门。老规矩，体坛硬核拆解每日更新，喜欢这类深度内容的订阅开铃铛。第16分钟，墨西哥连续角球压进英格兰禁区。同1分钟，西门尼斯头球攻门被皮克福德挡下。那一刻，英格兰已经感觉到了，今晚不会好过。墨西哥的逼抢不像慢慢试探，更像一群人直接扑上来抢命，边路压，中路抢，前锋回追，中场不停撞。他们把阿兹特克踢成了高压锅。英格兰前20分钟很难受，出球不顺，推进断层，后场一拿球，立刻有人贴上来。如果只看场面，你甚至会觉得墨西哥才是更早接近进球的球队。但足球残酷就残酷在这里，你可以压着英格兰打，可只要给贝林厄姆一次机会，他就能让整座球场闭嘴。第26分钟，戈登打出英格兰第一脚真正有威胁的射正，这脚球像是提醒墨西哥，别以为英格兰一直挨打就真的没有刀，真正的刀藏在36分钟。萨卡右路拿球，墨西哥防线第一时间往禁区收，贝林厄姆从中路突然前插，不是那种慢悠悠跑位，而是像闻到血腥味一样，突然从人群后面冲出来，传中送到，贝林厄姆起跳，头锤球进，1-0。阿兹特克瞬间被砍了一刀。这一球最狠的地方不是进球本身，而是贝林厄姆那种大场面气质。很多球员在墨西哥主场会慌，很多球员在雷暴延迟后会慢半拍，很多球员在10几万人嘘声里会缩脚，可贝林厄姆不是，他像是专门为这种混乱而生。越乱，他越清醒；越吵，他越冷静。墨西哥还没来得及喘气，38分钟，第二刀又来了。凯恩拿球，英格兰快速推进。墨西哥防线刚刚被第一球打散，重心还没完全恢复。凯恩没有贪功，他把球送到最危险的位置，贝林厄姆拍马杀到，一脚推进，2-0。98秒，2个进球。墨西哥主场从火山喷发变成突然失声，这就是世界级球星的残忍。你狂攻半小时，你角球一个接一个，以全场气势压到顶，可英格兰只需要98秒就能把你的剧本撕烂。贝林厄姆这2球简直像在阿兹特克球场上演个人加冕，第一球靠冲击，第二球靠嗅觉。他不是单纯进球，他是在最需要有人站出来的时候，直接把英格兰扛到肩上。可墨西哥没有死，这就是这场比赛真正好看的地方。如果墨西哥2-0后崩盘，这场就只是英格兰巨星表演，但他们偏不。42分钟，基尼奥内斯站了出来，墨西哥前场再次打出压迫，英格兰防线退得太深，禁区附近出现一瞬间混乱，基尼奥内斯抓住机会破门，2-1。阿兹特克重新爆炸，那一刻你能感觉到整个墨西哥都活过来了。上半场结束，英格兰2-1领先，但这个比分一点都不安全，因为墨西哥不是被打服了，他们是被打怒了。下半场开始，墨西哥继续猛冲。第48分钟，基尼奥内斯再度完成射门。第49分钟，奥莱利也回进一脚，节奏快得像英超，你攻完我立刻反击，我反击完你马上逼抢，球迷连喘气时间都没有。真正的转折出现在第54分钟，夸安萨红牌，英格兰少打一人，这一刻整场比赛完全变了，2-1领先。客场高海拔，墨西哥主场还少一人，任何一个条件单独拿出来都足够让球队头皮发麻，现在全部叠在英格兰身上，这就是淘汰赛最残酷的地方。一张红牌可能毁掉4年。墨西哥看到了机会，他们开始疯狂压上，边路打穿，中路渗透，远射，传中，
小球，整个阿兹特克像一台巨大的鼓，每一次墨西哥拿球，声浪就往英格兰禁区里砸。可偏偏在英格兰最危险的时候，凯恩站了出来。第60分钟，英格兰获得点球，凯恩走向12码点，这一刻压力有多大？如果罚进3-1，英格兰重新拉开；如果罚丢，墨西哥的气势会直接吞掉他们。凯恩没有犹豫，助跑、推射、球进，3-1，这就是队长，这就是队长，这就是大赛前锋，不是每一次都要轰世界波，有时候最难的是在全场嘘声里把一粒必须打进的点球送进去。可比赛还没有结束，甚至真正的地狱才刚开始。69分钟，墨西哥同样拿到点球，西门尼斯站上点球点，这是墨西哥最后的火种，罚进，比赛回到3-2，罚丢，主场希望可能直接熄灭，他也没有手软，3-2，阿兹特克再次爆炸。这个比分一出来，英格兰后面20多分钟几乎是在刀尖上走路，少打一人，只领先1球。墨西哥主场把全部力量砸出来，加利亚多不停往前插，西门尼斯在禁区里找高点，基尼奥内斯反复冲击内部，墨西哥的每一次传中都像往英格兰心口插一把刀，但英格兰这一次没有崩，他们不是靠漂亮足球赢下来的，他们是靠硬扛，3条线完整后撤，前锋不在只是前锋，中场不在只是中场，后卫也不再只靠站位，所有人都在赌枪眼。凯恩回撤到中线附近帮忙，贝林厄姆从进球英雄变成防守工兵，赖斯一次次横移补动，格伊带着黄牌不敢乱下脚，却还是死死卡住位置。伯恩替补上来后，几乎就是一堵人墙。墨西哥越打越急，英格兰越守越狠。比赛进入补时，11分钟，对领先的一方来说，这不是11分钟，这像11年。墨西哥开始真正的狂轰乱炸，一波传中被顶出，第二点再抢，再封，再射，再扑。皮克福德几乎成了英格兰最后的防波堤，他一次扑出西门尼斯禁区内的头球，又在门前混战中死死守住近角，每一次倒地都是在跟淘汰赛命运拼命。最后几分钟，英格兰的防守已经不是战术，是本能。有人倒钩解围，有人飞身封堵，有人飞身封堵，有人用球口挡球，有人用腿把球从门前扫出去。墨西哥球迷每一次站起来都以为要进了，可每一次英格兰都从鬼门关前爬回来，这就是这场比赛最震撼的地方。英格兰不是轻松赢，不是漂亮赢，不是一路压着墨西哥打，他们是被逼到墙角后，硬生生把胜利咬住。这种胜利不体面，但足够血性；这种胜利不完美，但足够世界杯。中场哨响，墨西哥球员瘫倒在草地上，他们已经把能打的都打出来了。主场高压，红牌优势，最后狂攻，他们差一点就把英格兰拖进加时，可足球没有差一点，只有进或者不进。英格兰球员也没有人笑得轻松，因为他们知道这场赢得太难。从雷暴延迟到开场黄牌，从贝林厄姆98秒双响到基尼奥内斯扳回一城，从夸安萨红牌到凯恩点球，从西门尼斯在追到11分钟补时死守，这场比赛几乎把淘汰赛所有元素都塞满了：混乱、热血、失误、英雄、恐惧、防守、窒息、活下来。而英格兰就是活下来的那一个，他们不是用最漂亮的方式晋级，但也许正是这种比赛，才最能看出一支球队到底有没有冠军命。顺风球谁都会踢，2-0领先谁都会舒服。可10人作战被东道主按在禁区里打，补时11分钟还能守住，这才是真正的大赛硬度。贝林厄姆证明了他可以在最吵的球场里突然杀死比赛，凯恩证明了他依然是英格兰最稳的那一刀，皮克福德证明了门将有时候真的能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，而整支英格兰证明了他们可能踢得狼狈，但他们真的能活。墨西哥出局，第一个东道主倒下，这很残酷，但他们可以昂住头离开，因为这场比赛他们把英格兰逼到几乎喘不过气。他们没有被打垮，他们只是差最后一脚，差最后一次门前混战，差最后一次把球送进网窝。可世界杯淘汰赛就是这么冷血，你狂攻11次，只要没有进，对手1次清球，比赛就结束。英格兰3-2墨西哥晋级8强，下一轮他们将面对刚刚淘汰巴西的挪威。换句话说，哈兰德在等他们，一边是刚刚从阿兹特克地狱里爬出来的英格兰，一边是踩着5星巴西登上8强舞台的北欧巨兽。这个剧本已经不需要再加火了，他自己就会燃。你觉得英格兰这样的10人死守是冠军相还是隐患太大？下一场面对哈兰德和挪威，英格兰还能不能顶住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，也别忘记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